报吃领到大会来领便当，报吃。大会报告：新北原学，请到大会领便当。
来，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车牌号码 BPR 6902的车主 ，BPR 6902的车主，请你尽速移车，好，你的车子打到别人了哈。BPR 6902的车主，6902的车主，好，麻烦移至你的爱车一下哈，谢谢。6902的车主。各位球朋友，113年第8届桃园原住民慢垒联盟的联盟杯慢速垒球锦标赛，目前进行到了关键的4强决赛。在这场比赛呢，目前在打完了第1局以后，先攻的法尼斯得到2分，后攻的原动力下半局得到3分，所以目前原动力是3-2领先的法尼斯。比赛现在进行到2局的上半，换由法尼斯2局的进攻。在这场比赛呢，我们在这场比赛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桃园市体育总会的慢速垒球协会的副总干事黄展燕黄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欣赏这场比赛。黄老师好。好，大家好。对，黄老师也是这次赛会的主要负责裁判工作的主要辛苦的工作人员啊。今天刚刚前面还站了一场裁判然后回来当我们的讲评啊。现在这场比赛里面，我们也看到目前今天赛事本身先来讲一下今天2局上半一开始他打击的是杨正浩了。不过老师刚刚我们在前面1局，老师也跟我第1局的比赛也看了一些比赛的这个状况啊。那比赛里面1局原动力下半局得了3分啊。法尼斯这边这个球杨正浩打出了左外野方向的飞球被接杀。因为老实说，在这个球场其实是15年前就从本来这个场地应该是青埔的半垒场应该是学校用地嘛。对，桃园的球场特色。基本上面90%都是用学校用地来做。对，那以后会不会说这个场地又变回盖学校？也不一定。在青埔这个球场，可能要盖学校的几率值会比较低一点，但是在桃园市其他地区的球场，几率值会很高。就是说我们在慢垒，我们昨天也是跟几位在推展地方的运动的几位热心人士也在讨论到提到说，其实要有球场，几乎他说桃园是几乎假日的这个慢垒几乎都是满的啊，几乎是只要天气好都从早打到晚，大概不太可能有空啊。那10个，还有整个桃园现在10个慢垒球场。应该是讲说桃园的球场现在总共有14个。14个球场里面有10个球场是在学校一定地里面。那当然桃园市目前的慢速垒球队号称250队。那经过我们统计，大概也有在170队左右。170队一个假期要在14个球场里面，基本上是塞爆了，对，等于是塞爆的。那这几年桃园市政府事实上对于慢速垒球的球场建制都一直非常积极这8年里面事实上产生了7个球场。那目前市府里面也是在找寻相对地点继续要球场。所以目前持续有这个计划在做。对，那偷偷的告诉大家，可能明年会有3个球场。这个3个像我们现在在青埔这样等于是1个球场，还是因为有2面场地嘛？这样算是1个还是2个？这个算2个球场。这个算2个，所以你刚刚说有14个，算是有14面的垒球。14面的球场，但是可能是10个场地有14面这样子。也不一定。11个场地14面场。14面场。对。
因为有的只有一面嘛，有的可能有2面这样。对，因为台湾市政府过去的处理原则是叫做区区有球场啊，所以我们是遍布在13个乡镇里面。我们有13个区嘛，我记得。对，13个区里面，大概现在只剩下复兴区。没有对，比较没有合格的球场，是那简易的球场还是有。那所谓的合格球场呢，就是说起码距离是有稍微足够，那这样子的一个球场的话。对，老师刚刚也跟我们提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场地条件限制不太一样，对，但是慢垒有一定的规格啊。对，慢垒有一定的规格，全垒打线的话，左右外也是要92公尺，92啊，对，92公尺。那其实换算成，因为我们其实。通常反应到那个英尺嘛，因为棒球可能就400英尺，330，大概在300左右，也要到300英尺左右，慢垒也要300，对，也蛮远的这样子。对，那现在慢垒的球员因为训练或者是科班出身的越来越多，所以这种距离对他们来讲是很容易出去的台湾慢垒在去年1年里面办的活动里面，大概有将近60支到70支从这边飞出去的球，每个礼拜都有球会飞出去。对，所以现在这也是变成我们的困扰因为选手能力越来越强嘛，所以这样子每个人碰到很会打的话。全垒打多对赛会有什么影响？就球会找不回来吗？球找不回来是其次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保险费要越来越高为什么呢？会打到你说打到外面去会打到车子吗？对，因为我们所有的比赛在桃园市所有的比赛里面必须去投保公共意外险啊，然后我们的周边环境又常常都是标准停车位，对，因为路边嘛所以这种界外球也好，或者是全垒打也好，常会造成相对性的安全性的顾虑所以最近我们委员会也赔偿了不少这样子车子的钱所以公共安全不是只有赔人，也要赔车子公共安全是指第三方公共安全，就是指在比赛以外所有的安全赔偿，他都必须要处理所以如果砸到车子的话，也是要赔那个车主的。对，所以赔偿之后就代表是我们下次的保险费越来越高，下次就是保费就因为你赔了之后出险就再赔一个。对，在活动计划预算没有增加的状况下，保险费要增加，那就代表成本就对，以后就越来越困难去办这样子的活动真的，那这个怎么办呢？这好像也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所以现在有很多企业赞助的时候会优先赞助这种所谓的球员安全、球场安全。或者是请县政府多帮忙因为这个大家越来越会打，实在不能说是不好的事情。大家越来越会打，不管是他本来就是有条件，或者说他慢慢越打越好，这个球就是会越打越远。对，所以我们桃园市最近几年已经开始逐步走向分级制就是分级制。对，哪些球场适合哪些人打，我们会基于安全考量，会把哪些球队安排在哪一个球场打，然后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这样问题可以稍微克服一下。就以后桃园可能在接下来的做法会让慢垒场也会做出场地的分级就是了。目前已经开始这样子做了，像目前的这个球场，这个青埔呢？青埔球场过去我们一直都是全面性的比赛都会在这里办，可是这几年我们已经把青埔球场列为比如说壮年组、老年组。比较打不远的就对了也不能说打不远啦就是说他的击球力量可能没有那么大那在这种球场里面相对性他安全那所以球员还是可以放手去打。现在有很多球员是因为他担心球出去之后会造成其他的意外伤害，所以他们有时候缩着手在打也不要全力挥。对，那这样子的话，这种活动的可看性就会降低。当然。那我们当然希望是活动是有可看性。那可看性就是球员要全力发挥。那全力发挥又担心有安全性的问题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两难。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分级制。所以这几年事实上我们的分级制分级到蛮完整的所以哪些球场做哪些事情。已经有很明显的一个成效性发生。是，因为刚刚也有请到张老师了，就是说这个场地目前我们看到，不管是 A 场、甲场地或乙场地，都是刚刚说慢垒的标准的全垒打线的距离是92公尺，但这个场地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球场是80。现在这个球场，当时我们测量的时候，一个是79.92，一个是79.96，所以事实上是不接近，还不到80。然后，所以我们外野的围网是12公尺。对。所以80公尺加12公尺，勉强可以当做是
这种所谓的公开组型的比赛使用场地，但是安全性我们就必须要非常非常重视。是，因为这曾经在这边曾经把球打出去，刚好打到的是一个新闻记者，当场车子瞬间对挡风玻璃全破。因为这是因为这球是硬的嘛，对，是硬的。对，那这种球我们也是委员会这边也特别的针对我们的球场，把我们的球送检所以我们的球的强度会稍微比一些强度会稍微弱一点点。再软一点点，它不是软式垒球，但是不是，因为一个球的强度它可能有8个等级，那最硬等级可能叫做8级啊，可是我们可能把它做到6级。做到6级的意义是说，不要做那么硬的话是？对，就是说击球的时候，它击球出去球道的力量会降低一点，会稍微低一些。对，但是又不能够影响到球员在击球的感觉、球感的感觉，所以我们有不断的再去改进这些地方，然后适合这个球场。是。那一旦的在正式比赛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另外的一批球，就可能就是标准化的球，就是8级的球。对，意思就是说，慢速垒球本来一直就是所谓的休闲运动。是。那这几年因为国内的3级棒球推动的非常 OK，那有很多职棒的选手退下来之后，他还是希望有一个场地让他舒展一下他的状况。对，所以他会进来参加慢速垒球。对，那其实慢速垒球最早开始的时候是男孩子的梦很多男孩子从小就想象着自己曾经是穿着一个很标准的服装，在红土的场地上面去飞扑，去扑垒、去滑垒，这个是很多小男生、甚至我们这种五年级的这一群，可能当时都是把这个当梦想所以小时候连球衣都不容易做啊，对啊。即使有球衣，以前我们也没办法进到球场里面去打球。好，可能我们只是在一个简易的河边打球。对。那现在有一个机会可以让这群人说，我可以穿着一个很标准的衣服，很快。很标准，然后可以有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场地去做所谓的梦想实现。是。所以慢速垒球最早开始的时候，事实上是圆梦的一个运动，让很多人圆梦。是。可是现在因为很多专业的选手进来之后，他逐渐从休闲运动变成竞技运动，对，所以大家对于球赛的要求，那当然就是越来越高。是。那像这个球场很可惜的就是。它的场地稍微有限制，不然的话，它的交通状况或者怎么样是非常适合全家来球场活动的一个地方对，我刚刚前面也是问老师说，因为当然场地本身的规格就是大小是一个条件，但是它的在的区位又是另外一个条件。对，以这个千埔球场来讲，旁边其实是有 outlet， 对，有高铁站，对，都距离都不远，这差不多走路都可以到了，稍微走得远应该不到10分钟就可以到了。对，所以我们连续办了6年的桃园杯比赛，从中南部来的球队，他对这个球场的交通环境，他们非常非常可以坐高铁来比赛都没问题。也就是说，即使他慢了一点点到，慢了1天到，他也很容易和他前面开拔的队伍汇合。因为来到这边，他不需要再做转乘的动作，可能从高铁走过来大概5分钟，就结束了。是。然后慢垒因为已经也变成全家性的活动，所以除了球员来之外，有很多时候也是惜家带眷，老婆小孩可以在 outlet 吹吹冷气，玩那个游戏。对，所以我们打完球再汇合。对，所以我们常讲就是说，这个地方是最容易把女朋友、把家人带来的地方。这个。就是说各取所需，大家都不会无聊啦。对，所以这附近事实上，outlet 也常常问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办比赛啊？他们要做什么样子的特价活动？真的吗？对，哇塞，我们消费力这么强。事实上慢垒球员的消费力真的是很强对，你看他的一支棍子3000、5000。对，我想请教老师，有人可能带着2只、3只，就身上就好几万呐，10几万的装备。对。像这个比赛，我们是用木棒。对，那其实我们说有时候有时可以开放用铝棒，这个又不一样，对不对？基本上面事实上慢垒最早开始推动的时候，事实上是铝棒，但是因为慢垒的投球距离、防守距离、跑垒距离，事实上都是比较小规模，比较短，对，所以因为小，然后铝棒的速度更快，所以造成意外伤害的几率是高。那在国外事实上，目前所有的慢垒还是用铝棒最大，但是在国内这几年就开始就转向成为木棒。是，对。那目前事实上比赛大致以木棒、竹棒为主那除非就是女子队。
啊，女子队就是不限棒，就开放用铝棒。对，那老年组也开放用铝棒，对。但是像壮年或者公开组，基本上就是用木棒为主。对。那这样子棒子这个消费也不低，因为铝棒一直可以打很久，木棒动不动就裂了。事实上一场比赛下来，大概耗损个3-5支是跑不掉。对，就是说这个3-5支，就是说，今天可能8个球队、9个球队在这边打球，耗损个3-5支。大概是常有的事。那其实刚才主持人讲的铝棒不是不会坏，铝棒它有弹性疲乏的问题。所以铝棒也是一样。不是买了一支铝棒可以打一辈子。也对啊，就是我印象中就是铝棒比较是可以用比较久，因为我们在采访高中比赛，他们说铝棒一支就对这种球队，如果是每天练球的球队的话，铝棒跟木棒一个时间下来，那个差距很明显。对，但是一支铝棒的价值现在也是越来越贵。对，木棒也不便宜啦，这个两都是。所以台湾事实上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台湾用现有的材料，事实上也做出很多主棒。对，还有然后你看起来的时候，基本上面不输木棒啊，所以事实上在有些规格上面，有些比赛的使用上面，事实上还是有人会用竹棒，是合成竹棒，是，所以用合成竹棒的话，应该也还算也耐久吧，也还算这。合成竹棒现在可能是所有第一个它价格上面比较便宜，第二个它使用的时间最久。对，然后如果说你不是不是这种所谓的公开组的成员的话，事实上那种感觉还差不多，也差不多。如果它弹性应该是比木棒再好一点点，弱一点点。你也知道这几年，后来大概是竹棒，但是最近这10年还15年开始慢慢进，不管是垒球，像我以前采访棒球新闻，他们也是慢慢把竹棒都开放，对，就是说，事实上台湾的中小企业事实上真的是厉害，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材料去做这件事。竹子就木头真的台湾的木材的这个比较少啊，那如果能用竹棒，竹子长得快啊，对，长得快，弹性又好，对，所以这个相对的成本就可以降下来。其实用竹棒还有一个我们的笑话啊，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木棒，没有球买，没有钱可以去买标准棒，对，所以竹林里面砍一只珠子，我们也可以打了，就可以打了。所以现在竹棒事实上也是一个回味小时候的一个状况。好。那刚刚跟黄老师聊了蛮多，就是简单报告3局的情况。3局的上半局啊，那法兰西斯是留下满垒的残垒，那么下半局原动力的反攻也是留下2垒残垒，都没有办法得分啊，所以现目前的比数仍然是3-2，原动力3-2，1分领先法尼斯。对啊，跟老师谈的就是说，其实现在确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没有竹棒这种东西，大家就是有钱的同学买铝棒，然后没有钱的就木棒连都买不起，基本上看到我们就是去那个垒球里看一看那个木棒，摸起来可以拿来挥一挥，不敢真的去打，因为一裂起来就是就好几张钞票就不见了，根本就是不敢自己买。对，所以我说这个活动是圆梦活动，是小时候真的圆梦，我们也。小时候没有这么多，就是当然这个场地也不能说是完全非常标准，但是至少比较跟我们想象当中的就是棒垒球场是比较类似的。我们小时候我们年个体少，可能垒球场就拿来打棒球了，而且比较都是河滨，我记得以前都是河滨，对，高滩地比较有机会。对，在台北、新北基本上面它的球场密集度高，几乎都在高滩地上。是。那桃园因为我们的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高滩地里面并没有太多的球场，多余的土地。反而高雄台湾是少没有高滩地的。那桃园这几年在很多地方，就像今年我们就收掉了3个球场，收掉了，为什么？对，就是因为该地区繁荣起来了，学校一定地要盖学校，了，所以今年下半年桃园市就单下半年度就少了3座球场。那您刚刚说明年会再多2个，多3个，所以少3个，多3个，那又是便宜，看起来是多了3个，可是实际上就是等于是 balance， 就是又是不减，对，维持平盘的意思。对，但是我们愿意这样做，因为新球场毕竟有新的规格，有新的看法，有新的做法，所以它会更符合未来球员的需求。那过去这种球场，以青埔球场来讲的话，我们只能称它叫做简易型球场。是。那所以看台什么东西都比较没有，因为这个场地没办法，没有空间在做看台啊，看。对。那新的球场现在逐渐安排起来就不一样了。在规划的时候就想说是不是要做球场？对。那又把这几年桃园几个球场所产生的缺陷点
对，在新球场上面就不会再让它发生。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市政府在做这个新球场的时候，他会很尊重我们去提供的一些意见，使用者经验呐。对，所以最近我们常要和市政府去做球场规划的会议，是，然后我们也会从球员这边了解他们的需求，对，然后我们委员会在推动时候的需求，然后在体育局里面在推动这个计划上的需求，是，所以那考量的起来就更完整，就如同我们的夜间球场，桃园现在就非常欠缺夜间球场。这个有夜间球场，对啊，这是桃园唯一的一个吗？对。但是因为它早期的设计，这个球场早期的设计，它使用是传统灯具，所以开一个晚上的费用电费太高了。不得了。对，所以你在新球场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就会用节能的方式去做怎么样子的一个改善。那未来就是说，这种运动会让它不是限于在白天？对，因为现在慢垒活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在白天都有在企业上工作，这个是他们在企业闲暇时间里面做的。对，我们都业余嘛。对，那最主要是因为桃园这种环境里面，让夜间的这种运动就变成没有办法推动。是。那可是，在中南部里面，他们就有很多这种夜间的球场，所以很多桃园的球员就非常羡慕中南部的球员，反而是羡慕啊。对。那未来新球场在建立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问题通通都和市政府在反映。那希望就是可能明年后年桃园会有这种全新的球场啊，就是包括夜间灯光设备。然后我觉得像这个场地来讲的话，球场本身是 OK， 但是刚刚老师说的观众席，甚至于说是洗手间，对，相关这边目前看起来就都是要用临时的方式去设置。是啊，这个是比较可惜一点的地方啦。当然，桃园也刚好碰到机会，因为明年的世界壮年运动会，这个青浦场地也列为比赛场地。然后在115年的全民运动会，对，桃园是主办县市。是。所以最近我们也和体育局开始在规划桃园的几个球场，在全民运动会的时候要当主场地。是。所以这时候会有一些经费会进来做整修的动作。那我们也是在和市府相关单位不断的在提出相对性的意见，希望能够做好这些东西，准备115年的全民运动会。如果是壮年运动会的话，那就是一个国际型的运动会啦。对，到目前为止据说已经有没有外国的56个国家？慢垒吗？还是说所有的项目？对，我单单慢垒项目就有56个国家。真的吗？哇，这么多！对。我想56队应该是讲56队，那他们是来自哪个国籍？可能不一定，因为他们我们不是以国籍作为参赛的单位嘛。对，我们就是报名队伍。那慢垒活动里面，事实上我印象最深的，现在办的最兴盛的国际赛，大概就是太皇杯啊。那每年太皇杯，事实上台湾有非常多球队去参与，然后也从那边吸收到很多国际的慢垒的概念、慢垒的规则回来。知识啊。那其实我们也和相关单位一直在建立，既然是台湾有这么多的球队，那我们也应该类似办一个像泰国太皇杯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性的比赛，不要等到壮年运动会，就平常就可以尝试。对，然后一直号称棒球是国球。对，那既然棒球推动得好，那相对的慢垒也应该可以变成是一个很好的国民外交的一个运动。是啊，然后因为他的年纪限制不大，所以现在有很多60岁、65岁以上的运动员，对，也非常投入。那以桃园市来讲的话，目前总共有18队这种长春队，就是50岁。全队是50岁以上成员的。是。那对于国内过去一直在认为说老年化社会、老年化运动，事实上慢垒这个运动事实上是值得在老人里面去推动的。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看台湾，当然我觉得啦，如果说我们因为就像讲有很多职棒的退役选手来打，像我们如果打，还蛮多人是想要打棒球。我在看，但是棒球说实话，棒球需要的条件又更高啊，规格场地规格条件又更高啊，所以说如果我们就是相对讲退而求其次的话，慢垒哈，那大家都有拉近的话，其实是可以让更多的人其实在等于接近棒球垒球这样的活动的乐趣啊，也可以获得另外一方面的乐趣这样子。对啊，基本上面我自己本身以前也是打棒球，可是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突然会发现。球来的时候，事实上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掌握，闪不掉了。对，然后
觉得慢垒事实上是可以延续这个活动的乐趣，所以我们投入慢垒活动，事实上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因素值。那当然从我们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事实上，也有很多球员，现在场上的球员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那我们最近也办了一个桃园体育会最近也办了一个长春组的全国赛。那是慢垒的长春组。对，然后这周6就要做最后总决赛。所以从高雄、台南、云林、宜兰各地区来的球员都来。对，13、14 2天比赛。是。所以，因为我觉得，就我目前大家了解说，就是慢垒在就是国内是非常兴盛。可是你说你真的说要找业余的棒球啊，就是不是那种科班甲组、爆米花什么都不是啊，乙组棒球的机会都不是很多了。不要说是一般的说，我们说还如果要让全民都有机会来打的话，真的就是慢垒是机会，大家都还可以在同样一个场地进行。对。那我们委员会也在今年年底也要做一个适度的改善慢垒的一个方式，让它更适合全民参加。就是现在你可以发现慢垒的投球的高度，对，这可能不是一般人可以打得到的。对，我刚才也说过，对，所以有很多人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看到投手投的这种球，基本上就打退堂路了。那所以我们委员会今年准备改变的一个方式，就是用踢柱的方式。就每一个人上来都可以打得到球，都可以打得到球，对，都可以跑垒，都可以打得到球，然后增加他的乐趣，然后也想把慢垒融入在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上面。爸爸都说他很会打，到底你多会打？都会打。麻烦一下，在小朋友面前打给小朋友看，是，你就变成小朋友的英雄。对，然后要好好练啊。对，不要被儿子笑啊。对，那可能也是增加一个亲情啊，亲子的乐趣，所以这个中间我们也不断的在改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让全民能够更参与的。是。好，我们先稍微再把比赛场拉回场内啊，在4局的下半呢，原动力是攻占一出局满垒，但是刚才严华爱打出了一个中间方向的飞球啊，中外野手被江建国应该是范立伟吧接杀之后呢，直接长换回本垒，那 hold 住了3垒的跑者，所以现在是2出局，继续是满垒。继续打击的是第10棒的杨玉基，就是这个比赛，慢垒一方面是打好，不过就像老师刚刚讲，这个球真的一般人我觉得那么高，现在这个公开球是没有高度限制嘛，平常有时候1.8到3.6的这个限制，对，但今天这个算是比较等级比较高的，就是不限制，你投多高都没关系。是，这也是台湾慢垒的特色。真的吗？就是说其他国家有限高度，其他国家都是按照慢垒的标准规则，就是3.8，对，然后没有所谓的这种高球。有一年台湾有一个杯赛，就邀请国外的球队来打，结果国外球队看到这种球当场傻眼，就傻眼了。对。好，这球杨玉基挥棒出去，中外野接他出局，3人出局。哇，这个半局呢虽然是攻占了满垒，但是留下了3个残垒。杨玉基被出局之后呢，目前4局下半，原住民没有办法得分，还是3-21分的领先。所以在这个比赛，真的说，我今天看，当然这只是那原住民之外哈，就是因为他们虽然是这个比赛是原住民的比赛，就是说只有原住民有身份的人才可以来报名这个比赛。所以他们说，大部分的选手大概彼此都认识。那平常的话，170队就不见得就都是，应该还蛮多都是就是一般的公司行号或者是这样组队的方法。对，这个是特定的族群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活动里面他们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同族人。对，所以只是因为旅居在不同的县市，所以他们成立的是不同的球队。其实他们在球场上面都非常非常熟，彼此之间可能球场上面是竞争对手，私底下的时候可能都是好朋友，甚至是兄弟，这都有可能的。对，他们讲起来，这原住民几乎人人都那个族人，每个人都打棒球，大家都是一家人，只是远亲的差别而已，堂兄堂弟跟粽子一样，这样一串就拉起来。对啊，刚刚上一场我站裁判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他说那个守备员他要叫叔公然后我就说你上垒是不是要和叔公打招呼？是所以他们基本上面都是有宗族概念，或者族人，或者是很多甚至有血缘关系。有，没关系。上一场比赛有兄弟对打的啊，一个在 A 队，一个在 B 队。对，黄家安跟黄胜杰。好。这边呢，现在打到了5局上半，5局上半本来原来打击的应该是第10棒的王家宏，但是现在换上来的代打应该是背号
法尼斯，6本晋级，他没有哦，5号黄富生，在这边接替的王家宏的打击位置。好，在这里插播另外一个球场，北海雪域相思6-0进入冠军赛。好，已经确定打完了。对，恭喜北海率先拿到第1张冠军赛的门票。但现在黄富生代打也挥出了安打上垒，法尼斯目前是2-3，1分落后啊，已经打到第5局了。所以后面老师这个时间限制啊，其实也还蛮关键的。对，50分钟，预赛50分钟。对，预赛50分钟。啊，50分钟的话，打到后半段哈，然后有时候第4局、第5局，甚至第6局，这个就不一定啊。那现在领先的原动力啊，当然是因为他是后攻啊，所以应该是希望说比赛就不要拖啊，就正常打。好，那接下来打击的是李明杰啊，没有问题。前面的黄富生是安打上垒。法尼斯球队事实上是去年我们桃园杯社会组冠军球队。这个球队的特色就是后半段越打越韧性越大。好，李明杰打了中外野的飞球被接杀。我们在跑者刚才代打上来的黄富生应该还是在1垒。在刚才本来是黄富生这个代打打出安打，但安打之后再把本来这个打席要该打打者王家宏再换上来当代跑啊，现在才弄清楚。这个因为慢垒的规则其实相对来是比较宽松啊，你上去之后还有一个下场之后再上场的机会。好，现在打击的是第1棒的8号范立伟。好，现在听到大会的闹钟时间响起来，已经满50分钟了。所以对法尼斯来讲，就是最后的半局进攻机会。对。现在是1出局1垒的跑者，但是只有1分的差距啊！冠军的门票紧张了。这个垒球没有到达最后一颗球，可能都没有办法决定胜负。还不知道，是的。范立伟拉了一个左外野方向的左外野边线外面的界外球。好，裁判也对，现在这个裁判在提醒2支球队啊，这最后1局了，应该两边教练也都知道哈。这个所有的教练的战术就用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好，现在又等到了一个保送。对，一出局站上了得分圈，被保送的是第1棒的范立伟，那么王家宏站上了2垒垒包。接下来打击的是第2棒的赖嘉欣，在第1局的时候曾经打出一支长打，打到了这个1垒方向长打，这球打击出去，左打的赖嘉欣，这球打了中外野方的飞球，接到球之后，2垒跑者起跑往3垒，乘传进垒之后，连1垒的跑者也上到2垒。赖嘉欣打出了一个中外野方的飞球，是第2个出局数。不过王家宏是站上了3垒垒包，2出局站上了3垒垒包，然后范立伟也站上2垒垒包。轮到打击的是第3棒的邱耀祖，2人出局了胜负就看这个打席，也没有别的机会了，就2出局。那跑者现在分站到2、3垒，等于是1棒可能会追平，1棒可能结束比赛，1棒可能追平比数，1棒可能会。就此结束比赛，就是没有办法结束，因为如果打赢的话，因为他超前的话就要打下半局，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就再见了。就现在是上半局是没办法再见的，但是他有可能就是，如果是守备方的话，就是守备方后就可以结束比赛；如果是法尼斯可以进攻得分的话，那就是可能还要再多半局要打。这个控球很重要啊！现在1个好球，3个坏球，当然1垒是控制的。老实说，在目前这个阶段，因为只差1分，而且也不妨保送多一个守备机会。好，邱耀祖被保送上垒，第3棒的邱耀祖保送上垒之后，那么就是1垒的跑者上3垒。
2传来一个跑者变成满垒的局面。对方打击的是黄胜杰，黄胜杰就要挥棒出去，游击棒滚地球，云手没法替身接好，要传一垒 ，out！ 哇，虽然是漏了一下，不过还是来得及制造第3出局数，让法尼斯留下了满垒的残垒。在第5局的变化真的风云变色，从1出局之后呢，一下子慢慢累积到满垒，但是最后一刻，黄胜杰打了1垒方向的2垒方滚地球，然后2垒手其实漏了一下，但是呢，把这个球接杀出去，再传1垒还是来得及啊。黄胜杰跑步可能稍微是慢了一点点啊，最后是裁判是判out，所以在5局的上半是无功而返。这场比赛，结束，应该是结束了吧？结束，怎么两边都还没有出来握手？结束，好，结束了哈。因为天气关系。哦，好，那这场比赛打完之后，我们就恭喜呢，来自于新北市的原动力多元运动家族呢，晋级了第8届原住民慢速垒球联盟第8届联盟杯的冠军赛。那这场比赛也很感谢啊，黄连业老师的解说啊，今天谈了很多啊慢垒的方面的这个故事给我们听啊，希望还有机会啊再跟老师来次交流。谢谢主播，谢谢，休息一下，下场比赛再见，拜拜，谢谢。